家里最危险的定时炸弹是什么？恰恰是你每天都在拜，觉得最吉利的那张神桌。诸位家里多多少少都供着神明祖先，对吧？我们心里总想着，这神桌啊，擦得越亮就越虔诚，洗得越勤快就越恭敬。但是你可能万万想不到，就在你拿起抹布端起香炉的那一刹那，你可能已经亲手咔嚓一声斩断了全家人的好运气。就像很多人那样糊里糊涂的把自家的财库当垃圾倒掉，把家运的根连土拔起，结果呢，好心办了坏事，让整个家运伤筋动骨。今天我要通过一个真实的惨痛案例来警示大家，为什么说神桌是家里的心脏，更要传授给你一套这一行不外传的清屯秘籍。耐心听完今天的内容，你不仅能避开那些破财的大坑，还能学会如何真正把神桌养成你家的定海神针，让它为你招财纳福，旺子旺孙。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姓张的大老板，做家具生意的，家底那是相当厚实。他平时很讲究这些，家里神桌用的都是顶级的红木，香炉是纯铜打造的，每天早晚3炷香，雷打不动。有一年临近过年，要清屯嘛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大扫除。老张那天正好在工厂里忙得不可开交，家里的事就交给他太太在弄。张太太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，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但就是有个毛病，洁癖。她看着那个纯铜的香炉熏了一整年了，黑乎乎的，外边还挂了一层油垢，她心里就不舒服，觉得神明过年也要穿新衣，住新房嘛，这香炉这么脏怎么行？她也是一片好心，真的完全没有一点不敬的意思。但她干了一件什么事呢？她把整个香炉端起来，直接跑到厨房的水槽里，把里面那些老张积攒了10几年的香灰，那是老张的宝贝啊，她觉得太满了，哗啦一下全倒进垃圾桶里了。然后她拿那个钢丝球沾着洗洁精，把那个铜香炉里里外外刷了个底朝天，刷的那个亮啊，跟新买的一样。刷完还不够，她怕里面有水汽，还特意拿去阳台上倒扣着晒干。晚上老张回来一看神桌，哟，亮堂，心里还挺美，觉得老婆真贤惠。诸位，你们猜怎么着？就在那年春节大年初2，老张工厂的仓库莫名其妙走了火，虽然发现的早，没烧光，但那批赶着年后要交的货全毁了。这还只是开始。紧接着刚出正月，老张自己开车出门，在一个路口，明明是绿灯，他就像鬼遮眼一样，完全没看见旁边的车，咣下去撞上去了。人虽没事，但腿断了。这一连串的倒霉事把老张搞懵了，他想不通啊，跑来问我，尼师，我平时不做亏心事，我都这么虔诚了，怎么神明不保佑我，反而还惩罚我呢？我就去了他家，我一进门都不用罗盘，眼睛往神桌上一扫，我就问了他一句话，老张，你那个香炉是不是动过？老张说，是啊，过年大扫除洗过啊。我当时就叹了口气，我说，老张啊，你糊涂啊，你太太这是把你的财库连底儿都给掏空了。诸位听懂了吗？在那个案例里，张太太犯了3个风水大忌，随意移动香炉，把香灰当垃圾倒掉，水洗香炉。在风水玄学上，我们最讲究一个气字。神桌是什么地方？神桌是家里气场汇聚的那个点，不管是神明还是祖先，他们依附在哪里？不是那个木头雕像，而是那个香火。香炉就是承载香火的容器，它就像是这个家扎在地下的根。你看那棵大树长得枝繁叶茂，你今天想给它松松土，可以，修修枝也可以，但如果你把它连根拔起，拿到河边洗一洗再种回去，这棵树还能活吗？不死也得脱层皮。中医里讲心藏神，心脏是君主之官，它要是动荡不安，全身的血脉就乱了。家里也是一样，大门是口，窗户是眼，厨房是胃，而神桌就是心。很多人觉得香灰脏了就要清，香脚多了就要拔，这是用我们凡人的卫生标准去衡量神的世界。你觉得干净了，可是在气场上，你把积攒了1年的，甚至是好几年的那个聚宝盆给打破了。香炉里的灰，那不是灰尘，那是财，那是福，那是你每一天早晚3炷香，一点一点诚心诚意烧化之后留下来的精华。老张的太太一把倒掉，就等于把家里的财库门打开，把金银财宝当垃圾扔了。你说这生意能不出问题吗？而且
水火不容啊，诸位，香炉是属火的，或者是土生金，你拿到水槽里去冲，水克火，这叫浇灭元神。很多人听完老张的事，心里肯定犯嘀咕，尼师，那个香炉不就是一个烧香的碗吗？真的有这么神？我告诉你们，它还真不是个碗。在易经的风水布局里，香炉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。它是什么？它是这一家子的气口，更是这一家子的财库。香炉负责接收心意，然后把神明赐下来的福气、财气在这个炉子里运化，再散布到家里的每一个角落。所以老一辈的人常说一句话，叫炉稳家财稳，炉动家运散。树干你稍微修剪一下没事，但你没事就拿着铁锹去挖树根，甚至把根拔出来洗洗泥土，你说这树还能活吗？一旦香炉动了，家里的地气就泄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强调，香炉绝对不能动，哪怕是要过年大扫除，这个原则也是雷打不动的。那你可能会问，尼师，那平时桌子上全是灰，我看着难受啊，我也不能动。这里面有个分寸，平日里初一十五，你看见神桌上有灰，你可以擦，但是记住了，手要稳，心要细。你拿一块干净的红布，或者专门擦神桌的布，擦到香炉旁边的时候，你的左手，这是阳手，要轻轻按住香炉的边缘，稳住它，千万别让它移位。然后你的右手去擦周围的灰尘，这就是告诉神明，我要打扫卫生了，您坐稳了，我只动土不动根，这叫定海神针。你这一按，气场就稳住了。如果你嫌下面脏，非要把香炉捧起来擦桌底，那就是连根拔起。这一捧，把你家好不容易积攒了1年的财气，那个无形的磁场瞬间就断了。就像那时候还没发明的无线电，你把信号塔给推倒了，这电话还能打得通吗？那有人又问了，尼师，万一地震了，或者我不小心手滑，真的把它撞歪了怎么办？这就叫意外破局。如果真的动了，别慌，也别假装没事给推回去，那是自欺欺人。正确的做法是先上香，点3炷香，跟神明或者祖先告罪，说弟子无心，不小心惊扰了炉位，现在我要把它请回原位，请神明安坐。说完之后，你看好那个原来的印子，再恭恭敬敬的把它放回去，这叫补气。为了让你们印象深刻，我再给你们讲个对比的案例，这也是我亲眼见过的。2户人家就在一条街上，那个差距真的是天壤之别。街头住着个林伯，是个做小本生意的，卖杂货。林伯家那个神桌，你要是去了，肯定会嫌脏。那个香炉是老式的陶瓷炉，用了快40年了，因为常年烧香，炉口都熏得黑漆漆的，边上还挂着一点点陈年的香油渍。林伯的儿媳妇刚嫁进来的时候，嫌那个炉子太丑，说要给她换个新的，换个琉璃的，多气派。林伯当时就把眼珠子一瞪，说胡闹，这炉子比你岁数都大，他是我们家的老臣，哪能说换就换。林伯每次清理神桌都是小心翼翼，从来不肯挪动那个香炉，哪怕1毫1厘。他对那个炉子就像对自己的老父亲一样敬重。结果呢，林伯这几十年虽然没发大财，但家里的钱就像那香炉里的灰一样，只进不出，越积越厚。3个孩子个个考上大学，工作稳定，那个杂货铺开了40年，从来没亏过本，风吹雨打都屹立不倒。这就是因为他的根扎得深，气聚得住。再看结尾，有个王老板，搞装修的年轻人，脑子活，赚快钱。王老板那是真的有钱，家里装修的金碧辉煌，神桌也是请大师设计的，特别现代。但是王老板有个毛病，他心不定。今年听人说琉璃招财，他就把那个铜香炉换成了琉璃的。明天听人说水晶能量场强，他又把琉璃的换成了水晶的。不仅换炉子，他还喜欢动位置。今天觉得放左边好看，明天觉得放右边顺眼。他那个神桌简直就是个展示柜，香炉就像个摆设，想怎么动就怎么动。有一回我去他家喝茶，看见他那个水晶香炉擦得比镜子还亮，里面连一根旧香角都没有，干干净净。我就跟他说，王老板，你这哪里是供神啊，你这是在玩过家家啊，你这财库是个漏底的，怎么存钱？他不信，他说，尼师，您那套老黄历过时了，现在讲究美观。结果呢，不到2年，他那个装修公司
看着接了很多大单，流水哗哗的。可是到了年底一算账，没钱。为什么？不是工人出事赔钱，就是客户赖账，要么就是他自己乱投资亏了。这就叫财来财去一场空。因为他的香炉一直在动，他的财库一直没封口。神明想帮他守都守不住，刚把财运送进来，他一动炉子，气散了，财就漏了。诸位，通过这2个故事，你们悟出点什么没有？那个香炉不光是个器物，它其实映射的是我们人心的定力。灵薄守旧，但他守住了稳，他的心是定的，所以他的家运是稳的。王老板求新，但他丢了根，他的心是浮的，所以他的财运是漂的。我们到了这个年纪，40、50岁了，人生下半场拼的是什么？不是谁跑得快，而是谁走得稳。所以哪怕是为了求个心安，听我一句劝，那个香炉能不动就千万别动。好了，讲完了香炉不能动，接下来问题就来了。香炉不动是没问题，可是里面的香灰越积越多，都要溢出来了。这时候该怎么办？很多人觉得香灰是废料，直接挖出来倒垃圾桶。哎呀，那可是大忌中的大忌。香炉是不能动，但那香一天天烧，日积月累，那个灰啊就像春天的草一样，那个长啊都要溢出来了。这时候很多人那个洁癖又犯了。我看过不少年轻人，甚至是有些不明就里的家庭主妇，那是真把它当垃圾处理啊，拿个大勺子哐哐哐几下挖出来，直接倒进家里的垃圾桶。那垃圾桶里有什么剩菜、剩饭、鱼骨头、烂菜叶，甚至还有更脏的东西。诸位，这简直是在埋汰神明啊。我们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你是财神爷，你天天给人送钱，结果人家把你送来的信物跟擦屁股纸混在一起扔了，你还愿意去他家吗？这就叫自断财路。在五行里，我们讲究生克制化。香是怎么来的？是木头做的，点了火，木生火，火烧完了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了灰，这灰就是土。火生土，那土能生什么？土生金，听懂了吗？这香炉里那一堆看着不起眼的灰，在风水上那就是土，是金库的原材料，那是你家里每天烧香祈福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福德土。你把它当垃圾倒了，就等于把自家的金矿给扔了。所以记住了，香灰绝对不能随便倒。那你说，尼斯，我也不能让它满地洒出来啊，当然得清。但是怎么清，这里面有规矩。这不仅仅是打扫卫生，这是一场仪式。首先你要准备2样东西，一把专用的汤匙，千万别拿那个刚才还在厨房舀汤藏咸蛋的勺子，那是对神明的不敬，去买个新的，或者专门留一个，这就叫专物专用。还有一个细网筛子，步骤是这样的。第一步，请灰。你拿着那个勺子，心里要想着我要帮财库理一理库存了，然后一勺一勺的慢慢的把香灰舀出来。记住了，动作要轻要慢，别弄得尘土飞扬的，呛得自己咳嗽，神明看着也闹心。第二步，过筛，把舀出来的香灰倒进那个筛子里，下面拿个干净的纸或者盘子接着。为什么要筛？因为香灰里头往往混着断掉的香头、杂质，有时候还有还没烧完的小硬块，这些东西叫做杂气。我们筛灰就是去无存精，把那些硬邦邦的阻碍气场流通的杂质筛掉，只留下最细腻最纯净的香灰。第三步，回炉。筛好的香灰你要再把它请回香炉里，这一步最关键。很多人倒回去之后觉得松松垮垮不好看，非要拿个勺子底使劲把那个灰压实，压得跟个水泥地一样平。错，大错特错。香炉是用来干嘛的？用来插香的。如果香灰压得太实，那个香插进去都费劲，甚至插不稳，容易倒。香一倒，那就叫倒霉。这兆头能好吗？更深一层的道理是，气是要流通的。香炉里的灰要像我们的肺泡一样，是松软的、透气的。虚怀若谷嘛，只有松松软软的土才能养出好根，才能长出好庄稼。你把它压成了死面疙瘩，气就被你堵死了。所以倒回去之后轻轻抹平就好，千万别压实，让它保持一种虚的状态。虚才能纳物，虚才能聚气。至于那些筛出来的杂质，还有多余实在装不下的香灰，这时候你才可以把它用红纸包好，送到附近的庙里去化掉，
或者撒在流动清澈的水里。最次也是要包好再处理，绝对不能直接混入生活垃圾。为了让大家记得更牢，我再讲个故事。这事就发生在我们那条街上，这对比那是太鲜明了。街东头有个李奶奶，今年快80了，那个精气神儿比年轻人都好，家里4代同堂，那个和睦啊，让人羡慕。有一年快过年了，我正好路过他家门口，看见他在教他的小孙子清香炉。那时候还是大冬天，太阳挺好。李奶奶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，前面放着一张红纸，手里拿着个小筛子。那是他孙子刚上大学回来，在那帮忙。孙子毛手毛脚的舀了一大勺就要往外倒，李奶奶一把抓住他的手，笑眯眯地说：慢点慢点，乖孙啊，这不是灰，这是我们家的福气。孙子不解说：奶奶，这不就是烧完的草木灰吗？脏死了。李奶奶那个脸色变得很郑重，她说：傻孩子，你看看这灰，是你爷爷、你爸爸还有我们全家。这一年365天，天天磕头作揖，一句一句好话念出来的，这里面藏着我们家的心愿呢。李奶奶拿着那个骰子，轻轻地摇，那个细细的灰像雪花一样落下来，在红纸上堆成一个小山包，特别好看。筛出来的那些黑黑硬硬的香角头，李奶奶小心地把它们挑出来，放在另一边。她跟孙子说：你看，这就叫去杂念。我们做人也是一样，要把心里的脏东西、硬东西都筛出去，剩下的心才是软的，才能装得下福分。那个孙子听得一愣一愣的，虽然不太懂风水，但他觉得奶奶这动作像是在绣花，特别有仪式感。后来那几年，这孙子毕业工作特别顺，人家都说现在工作难找，他呢去哪都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那个心性被奶奶教稳了，懂得敬畏，懂得细致。再看隔壁那个赵大妈，赵大妈这人心眼不坏，就是大大咧咧，嘴碎，还爱贪小便宜。她看李奶奶塞香灰，还在旁边嗑瓜子，笑话人家：哎呦，老姐姐，你累不累啊？那破灰还当个宝似的，你看我多省事。赵大妈怎么干的？她是真把香炉端到了垃圾桶旁边，那个垃圾桶里刚倒了中午吃剩的鱼汤，还有几根鱼刺戳在那儿。她拿个破铲子，哗啦一下把大半炉香灰直接铲进了那个剩菜堆里。那一瞬间，灰尘扑腾起来，落得满地都是。她还拍拍手说：这就叫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结果呢，那个年还没过完，赵大妈家就出事了。先是她儿子跟人合伙做生意，被人骗了，那个合伙人卷了钱跑了，这就是犯小人。紧接着赵大妈自己出门买菜，为了几个葱跟人吵架，被人推了一把，把腰给闪了，躺了3个月。我去她家看风水的时候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怪味。我一看那个香炉，里面空荡荡的，底下的灰都被她铲到底了，新插的香歪歪扭扭的，站都站不直。我当时就说：大妈呀，你把这福德土倒进了泔水桶，这土一浑，水一浊，小人自然就找上门来了。你这是自己在家里养煞啊！赵大妈听完，悔得肠子都青了，拍着大腿哭。我就图个省事啊，谁知道这玩意这么讲究。诸位听听，这就是一念之差。李奶奶塞的是心，留住的是福；赵大妈倒的是灰，招来的是祸。香灰这个东西，它没有生命，但它有记性。你对它敬重，它就给你兜底；你对它轻慢，它就让你漏财。所以今年过年，哪怕你平时再懒，在清香灰的时候，也请务必哪怕是装，也要装出个恭敬的样子来。拿个筛子慢慢筛，一边筛一边在心里默念：坏运气筛走，好运气留下；小人筛走，贵人留下。你要是能这么做，我敢打包票，你明年的运势绝对差不了。好了，香灰讲完了。那有人又问了，尼师，那个筛出来的硬硬的香角，还有平时插在炉子里的那些棍子，到底该拔不该拔？听说有的要留，有的要拔，到底留几根才吉利？问到点子上了。这香角那是我们跟神明通话的天线，灰筛干净了，我们往炉子里一看，还有一样东西最让人头疼，那就是满炉子的香角。特别是在那些香火旺的人家，半个月不清理，那个香炉就插成那个刺猬，密密麻麻的，看着心里就乱。这时候很多年轻人的强迫症就犯了。我看过不少小伙子，
或者是爱干净的小媳妇，他们怎么干的？伸手一把抓，唰的一下，像拔草一样，把那个香炉拔得那是寸草不生，光溜溜的，只剩下一盆灰。他们觉得这样看着舒服清爽，就要从头开始。哎呀，我的老天爷，这一把下去，你拔掉的可不只是几根竹棍子，你这是把家里跟神明通话的电话线给拔断了啊！在风水玄学里，香角是什么？如果说香灰是土，是财库，那这插在土里的香角就是木，是天线。你每天上香，那缕烟飘上去，是你的心意在上，达天听。但是那个留在那里的香角，就是那个信号塔，它证明这里有人在供奉，这里有香火在延续。老一辈的人常说一句话，留香留香，家里才有余粮。这个香指的就是香角，你要是把它拔得干干净净，一根不剩，那叫什么？那叫断火。就好比你给财神爷打电话，刚打通一半，你说信号太吵了，啪一下把电话线剪了，你说财神爷还能找得着你家门吗？所以记住了，香炉里的香角平时绝对不能空。那有人问了，尼师，那总不能让它插满吧？插满呢容易着火啊。对，这就讲究个中道。易经告诉我们要济济也要慰藉，太满则溢，太空则虚。平时我们早晚烧香，香角自然会积攒，到了初一、15或者是你选定的清理日，这时候是可以拔的。但是怎么拔？第一原则，留根，千万别拔光，你至少要留一根，最好是3根。通常我们会留最中间的那3根，或者你看那3根长得最直、最结实的，这象征着三才、天、地、人，也代表着香火的种子。这就好比老农民种地，收成再好，也得留点种子粮给明年播种吧。你把种子都吃了，明年吃西北风啊。第二原则，清理方式，拔下来的香角，那是神明受用过的东西，那是沾了灵气的。我看过太多人随手一把抓出来，直接扔进脚边的垃圾桶，那是真不行。垃圾桶里有啥？擦鼻涕、纸、烂水果。你把神明的餐具跟这些混在一起，最稳妥、最恭敬的做法是找一张红纸，或者是干净的旧报纸也行，最好是红纸，把拔下来的香角整整齐齐的包在里面。然后如果你家有烧金纸的习惯，就跟着金纸一起在化金炉里化掉，也就是烧掉，这叫送神归位，让它化作青烟回归天上。如果你住楼房实在没地方烧怎么办？那你也得用红纸包好，心里默念地址恭送，然后再把它单独放在一个干净的袋子里，随着可回收垃圾处理，千万别跟生活垃圾混在一起，这是一种态度。来，给你们讲个反面教材。这小伙子叫小陈，是个做销售的，很年轻，20出头，特别精神。小陈这人啊，脑子活，嘴巴甜，本来业绩挺好的，但他就是不信这些老古董，觉得都是迷信。有一回他租的房子要搬家，房东留了个神桌在那，供的是关二爷。小陈心想，既然住了，那就拜拜吧，求个财。但他那个人爱干净，稍微有点洁癖。有一天大概是刚过完年不久，他看那个香炉里插满了香角，东倒西歪的，还有好多灰落在桌子上。他看着心烦，骂了一句，怎么这么脏？然后他拿了个塑料袋，伸手就把香炉里的香角一把薅了个精光，连根毛都没剩。薅完之后，他还拿湿抹布把香炉里面擦了一遍，擦得干干净净。他觉得自己干了件好事，神桌看起来清爽多了。结果呢，就在那天晚上，小陈就开始做噩梦。梦见什么？梦见自己在大屋里走，想打电话求救，手机明明有电，就是没信号，怎么喊都没人应。醒来之后一身冷汗，心里慌得不行。但这还没完，第二天一上班，他跟了半年的一个大客户，本来合同都快签了，那是他这一年的大鱼啊。结果客户突然发微信说，小陈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要跟别人合作了。小陈急了，打电话过去问原因，人家就回了一句，没什么原因，就是觉得这几天跟你沟通有点费劲，感觉不在一个频道上。小陈傻眼了，这可是几十万的提成啊，一下子全没了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他干啥不顺，喝凉水都塞牙，明明约好的见面，对方不是临时取消就是迟到，他就像是被全世界给屏蔽了一样。后来他找到我，一脸晦气地问，尼师，
我是不是撞邪了？我听他说完那个大扫除的过程，我气得直拍桌子。我说，你个傻小子，你那哪里是打扫卫生，你那是自断经脉。关二爷在那好好的，你把人家的联络线给拔了，你让贵人怎么找你？那个客户说的对，你就是不在频道上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相角就是那根线，你把它全拔了，家里的人气和神气就断层了。尤其是对于做生意跑业务的人来说，连接就是财运，你把连接断了，财运自然就断了。后来我教了他一个补救的法子，让他赶紧去买最好的香，选个吉时，重新把香炉填好，恭恭敬敬地上了3炷香，跟关二爷道歉，说自己不懂事，然后每天早晚坚持上香，慢慢把那个气给养回来。过了大概3个月，他的业绩才慢慢回升。所以诸位看到没有，这小小的香角它不是垃圾，它是你家里的人脉。这还没完，关于香角还有一个更吓人的说法，叫发炉。你们有没有见过，有时候香插得太密了，或者风一吹，那香炉里突然自己烧起来了，火苗子呼呼的把所有的香角都点着了。很多人一看，哇，发炉了，神明显灵了，我要发财了。慢着，这事儿得两说。如果是那种火势温和，从下往上慢慢烧，颜色是红红火火的，那确实叫喜炉，是神明给你信号说要有好事。但如果是那种炸炉，火苗子乱窜，黑烟滚滚，甚至把神像都熏黑了，那叫凶炉。那是因为你平时太懒，香角插得太密，像杂草一样把路都堵死了。这象征着你家里杂事多，人心浮躁，做事没有条理，容易引发口舌是非，甚至会有血光之灾。所以我们平时清理香角，不仅是为了干净，更是为了理顺家里的气场，该拔的拔，该留的留，要把那个天线架得整整齐齐，信号才能清清楚楚。好了，香炉、香灰、香角这神桌三宝我们都讲透了。但是哪怕你平时做得再好，有一道生死关你是必须要过的，那就是马上要到来的春节。春节前的大扫除，也就是清屯，这可不是一般的打扫卫生，这是给神明办年货，是给家里换气的关键时刻。做对了，来年顺风顺水；做错了，前面所有的努力可能都会打折扣。练武之人讲究冬练3九，夏练3伏。我们养家里的风水也有一个总决战的时间点，哪怕你平日你忙得脚不沾地，稍微偷点懒，神明或许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可是唯独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绝对不能马虎。在易经的卦象里，这叫剥卦去，复卦来，旧的要去得彻底，新的才能来得蓬勃。你要是把往年的霉运、晦气、吵架的怨气都留到了大年30晚上，那你就是把垃圾留着过年。财神爷一看你家里气这么浊，他是捂着鼻子走的。很多人问我，尼师平时初一15不都擦了吗？为什么非要赶在过年前搞这么隆重？因为平时那是保养，过年前这叫换血。老规矩讲，过年前灶王爷要上天言好事，各路神明也要回天庭述职。趁着神明去开年会的这段空档，我们凡人就有机会给神桌做一次彻底的清洁。平时不敢动的地方，今天可以动；平时擦不到的死角，今天必须擦。这叫除旧布新。只有把陈年的旧气场清出去，等到大年初4、初5接神的时候，神明一看，哟，这家里焕然一新，亮堂堂的。神明心情一好，大手一挥，赐下来的福气那能一样吗？来，拿小本本记下来，这套清屯流程错一步，效果就打折。第一步，选日子，通常选在腊月24之后到除夕之前，但在动手之前一定要先上香，哪怕神明不在家，你也要烧3炷香，恭恭敬敬地说，众神明在上，弟子今天要为神桌除尘，请神明暂避，保佑弟子清理顺利。等香烧到一半或者烧完才能动手，这叫先礼后兵。第二步，净身与工具，这一步最容易被忽略。很多人刚切完猪肉或者刚从厕所出来，手都没洗干净，直接就去摸神像，那是大不敬。动手前必须洗手，最好是用柚子叶水洗，去晦气。心要静，别一边擦一边骂孩子，或者心里想着那个没还完的房贷，心不静气就乱。工具要准备2套，全新的，一套擦神明，一套擦祖先，绝对不能混用。
抹布要新的，红色的最好，代表喜庆。第3步动手顺序，天尊地卑，先搞哪里？先神明后祖先，这是规矩。神明是天，祖先是人，长幼尊卑不能乱。第4步清理神像，也就是金身。这一步是技术活，神像上积了1年的灰，特别是脸部、眼睛，能不能用水洗？绝对不能。能不能拿湿布使劲擦？也不行。有些神像是泥塑的，或者是贴金箔的，一沾水就坏了。即使是木雕、铜铸的，也不建议用水，水气重，容易受潮发霉。最好的办法，用一把全新的软毛刷，毛笔那种，轻轻的把灰尘扫下来。如果实在脏，用那块新红布稍微沾一点点温水，拧干到不出水，轻轻擦拭。注意，千万别拿布蒙住神像的眼睛，那是挡了神明的眼，那是让他看不清是非。你要避开眼睛，擦周围。第5步，神桌周边与桌底。神桌底下那是很多人家的垃圾场，我看过好多人家神桌上面光鲜亮丽，往桌底下一看，全是杂物，旧报纸、孩子的玩具，甚至还有鞋盒子。诸位，神桌底下就是家里的地基，地基全是垃圾，上面的楼能稳吗？一定要把桌底清空，保持通风干燥，这叫脚底生风，财运亨通。大忌提醒，所有的清洁工作必须在除夕之前完成。一旦过了大年30，到了正月初1到初5，这段时间叫新正，这时候是绝对不能动神桌扫把的，因为这时候财气刚进门，你一扫就把财神爷扫地出门了，所以要忙就在年前忙完。春节前的清屯其实是一场家庭的心理治疗，全家人聚在一起，为了同一个目标，祈求来年平安，去共同做一件庄重的事情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大家都要放下手头的事情，放下争执，都要低头弯腰静心，这就是礼。神明看着这一家人虽然没说话，但他心里高兴啊，这家人懂事了，知敬畏了，心齐了，那你说这福报能不给吗？好了，神明这边我们算是安顿好了，那是天，但是家里还有一位地，那就是我们的祖先，也就是我们的公妈。很多人搞不清神明和祖先的区别，擦完神像这块布，转手就去擦祖先牌位，或者把神明炉里的灰倒进祖先炉里。哎呀，这可是犯了阴阳大忌。你要是这一步擦下去，那你前面做的功德不说全废了，起码得折一大半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明是神明，祖先是祖先，这在风水义理上有着天大的区别。神明属阳，那是天上的正气，是保佑你发财平安挡煞的。祖先属阴，那是你的血脉源头，是你的根，是保佑你子孙兴旺身体健康的。俗话说阴阳不同途，你拿擦阳神的布去擦阴灵，那叫阴阳混乱。家里一旦阴阳乱了，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大人脾气暴躁，小孩不听管教，家里莫名其妙的吵架。很多人有个误区，觉得神明大祖先小，所以给神明买最好的铜炉，给祖先随便弄个小碗，给神明擦了正亮，祖先牌位上全是蜘蛛网也不管。我告诉诸位，这是本末倒置。你看那棵大树，神明就像是天上的太阳，给树照光，让它长得快。但是祖先是什么？祖先是地底下的树根。太阳再好，如果树根烂了，这树能活吗？绝对活不了。所以在某种程度上，伺候祖先要比伺候神明更细心更温情。神明是大公无私的，你稍微有点不周到，神明不会跟你计较。但祖先是你的亲人，是有情绪的，你把他们冷落了，他们也没法把你怎么样，但他们会不安。祖先不安，底下的根就不稳，上面的子孙就会跟着晃荡。那具体该怎么做？记住这3条铁律。第一条，工具绝对分开。刚才说了，擦神像的布绝对不能擦祖先牌位，你要准备2套工具，哪怕你不想买2把刷子，至少要准备2块布，一块专门伺候神明，擦完洗干净收好，一块专门伺候祖先，这就叫各归各位，互不干扰。第二步，清理顺序有讲究，一定是先清神明后清祖先。这就好比家里来客人，也是先招呼贵客，再跟自家人说话。而且
中间最好有个过桥的动作，清完神明之后去洗个手，甩甩水，把身上的火气降一降，换一种温和的心情再去清理祖先。第3步，祖先炉更忌掏空。神明炉里的香灰我们说要塞要松，祖先炉里的香灰更要讲究聚，千万别觉得祖先炉小就把神明炉里多出来的灰倒给祖先，那叫以大压小，子孙会抬不起头来。祖先炉里的灰也要单独塞单独放，而且祖先炉里的香脚不用留3根，留1根或者2根贴在一起的就行，象征一脉相承。好了，规矩讲完了，但是诸位，我见过太多人家神桌摆得比皇宫还气派，香炉是纯金的，贡品是顶级的，可是家里照样出事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家人心术不正，或者是口德不修，在外面坑蒙拐骗，回到家给神明烧2炷香，求神明保佑你发财。神明要是真保佑了你，那神明不就成了你的共犯了吗？神明是正直的，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还有些人神桌擦得一尘不染，可是一转身对着老婆孩子大吼大叫，嘴里全是恶毒的话。我告诉你们，你的嘴就是家里的风水。你在神桌前那一跪，心里想的是慈悲，可你站起来那一刻，嘴里喷出来的是刀子，这叫破功。你一边建磁场一边拆磁场，神仙也救不了你。真正的风水不在神桌上，而在饭桌上，在言语间。一个家庭如果夫妻和睦，长幼有序，说话和风细语，哪怕家里穷的连个像样的香炉都没有，拿个碗装点米当香炉，神明也会抢着来保佑你。因为这里有暖气，有和气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，这才是易经里最高的风水局。所以诸位阿公阿嬷兄弟姐妹们，清理神桌其实是在清理我们的内心。塞香灰的时候，把心里的贪念、嗔恨、嫉妒一起筛掉。擦神像的时候，把心里的傲慢、偏见一起擦掉。当你把这些心里的灰尘扫干净了，你会发现你的眼神变柔和了，你的语气变缓和了。这时候你不用求财，财自然会来找你；你不用求福，福自然会跟着你。这就叫境随心转，福自我求。好了，讲到这里，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。接下来该轮到你们了。我相信能耐心看到这里的，一定都是有福报、有慧根的人。不管你现在的境遇如何，不管你过去的1年有多难，从这一刻起，我们把心里的那盏灯点亮。我想请大家帮个忙，也算是帮你自己一个忙。语言是有能量的，文字是有磁场的，请在下方的评论区留下你的善言。你可以写下阖家平安，也可以写下顺风顺水，或者简单的留下一句接福。不要小看这2个字，当你打出这2个字的时候，你的心念就动了，成千上万个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，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正能量场。这个磁场会回向给你，回向给你的家人，回向给所有人。来吧，让我也看看你们的愿力。愿诸位神桌常亮，心灯不灭，日日是好日，年年是好年。我们下次见。